大家好，我是松米，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烟云16升短墨币快速赚取的方式。影片的后段会介绍短墨币大致上可以用来做什么。那我们直接进入正题。首先，地图要推到开封才有办法进行商品的低买高卖，主要是要运用这边试买师的功能。那我们直接传送到南门大街这附近的传送点。试买师的位置在南门大街中心点附近，地图上有一只鸟在飞的这个地方，但这个鸟好像是礼拜六日才会出现，提醒玩家可以进货的样子，所以大家还是要认一下这个试买师的图案。到试买师这边要找一个 NPC 叫张其月，跟他对话后可以看到这周的商品是哪3个，右上方的选项也能引导在哪里购买。试买师主要负责销售跟查价的功能。那这边有一些规则要注意一下，关于跑商的机制，大家掌握几个关键的时间点。每个礼拜的6日，系统会预先公布下个礼拜3种可以跑商的商品，商品价格是从礼拜1才开始波动，而且礼拜1早上跑商商品的库存数量会全部刷新补货一次。但要注意，我们的买卖货物格数是有限制的，所以可能没办法全部买下。买卖货物格数怎么增加？我影片的后段再说明。我们先把跑商的机制讲完。所以我们的完美策略是这样：礼拜6日先把背包能塞满的商品全部买进来，这是第一批的货。礼拜1到礼拜5在这个区间内找个好时机，把第一批的货全部卖掉。卖完后背包就有空间，我们再去买礼拜1刷新补进来的货去进行销售。等于我们能卖2批货，这样就能最大化我们的赚钱效率。接着，商品主要分为2种价格的波动方式：本地波动跟异地波动。本地波动的商品，顾名思义就是在你的世界里，这类商品连跟 NPC 进货的价格会随着时间浮动。这里要注意的是，如果本地的价格波动幅度太大时，系统会锁住购买功能，你就暂时没办法进行购买了。然后是异地波动商品，这类商品很单纯，在你的世界里，它的进货价跟销售价都是固定不变的。例如 NPC 卖你大米30块，你在你的世界卖出也是30块，价格永远不会动，也不会被锁住购买。但这类商品一定要到别人的世界贩售才会有利润。那这中间会有比较大的问题是，这些高额利润的世界大部分都是陌生人，你根本不认识对方。对方不一定会让你连进他的世界，我会建议先用私讯询问对方，再申请连线，成功率会比较高。游戏中也有预设的系统讯息可以传送，但我不确定对方看到的讯息是不是对方本身所使用的语言，所以我通常会再用自己极差的英文再次询问对方是不是能让我进他的世界来卖货。那这应该是到时候很多人在卖货时会遇到的问题，尤其是异地波动的商品，你卖在自己的世界根本没有利润。算是游戏强制玩家去社交的一部分。如果你完全不想跟别人社交，也是只能买本地波动的商品在自己的世界贩售，但利润可能就没有那么高。这样，我自己是因为这个功能在卖货时莫名其妙认识了一个土耳其人，然后我用了我的破英文教他卖货，教了30分钟。我自己是觉得蛮有趣的。但我知道有些玩家是不喜欢社交的，那这部分就要看要不要为了赚钱牺牲一下你的社交恐惧症了。下一个部分讲一下试买货物的背包容量怎么增加。第一个方法是在开封租房子，可以增加你的试买货物容量。房子可以在冯氏雅行这边进行租赁，冯氏雅行的位置在试买师的隔壁。这里总共提供3种房型，租赁费用分别是每个月100短墨币、1000短墨币跟1万短墨币的3种选项。价格越高的房型，能给予的试买货物容量就越多。这边要注意的是，系统是以等级最高的房型来计算试买容量。也就是说，假设你租了3间房子，它的试买容量增加额度也只会取最高等级的那一间房型。另一个增加试买容量的方法是需要到百业里面记忆选项。经商致富的功能，且百业奇人堂等级要到3等才会有背包容量相关的技能可以进行升级。那我画面这边是没有这个选项，因为我所在的百业奇人堂等级目前还不够。那最后讲短墨币的用途之前，我补充一下，如果前期要跑商发现短墨币极少，根本不够扫货来进行低买高卖，有2种方法可以让你有启动的资金。第一种是去赛季商店用墨玉买短墨币，但你要当周墨玉进度已经到达2万时才可以购买。另一种是去猫咪商店，可以用猫咪的铃铛来购买短墨币。最后说一下短墨币的用途，主要有5点。
第一点就是前面提到在冯氏牙行租房子，这是我们增加试买容量的主要方法之一。第二点，除了跑商买货物，在冯氏牙行里面的商店有一些道具也是需要用短墨币进行交易购买。第三点是心法绝学，地图上的一些小吃摊贩会需要使用短墨币来吃美食，只要吃美食就会提升好感度，好感度吃满就能从老板那边获得2个心法心得3本。第四点，跟地图上的 NPC 玩游戏都是需要用短墨币来进行。最后一点是翼龙，有些任务进行会需要用到翼龙来假扮成 NPC， 那这方面也是需要用到短墨币。以上就是这次关于短墨币跑商和用途的心得分享。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帮我点个赞或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吧。我是 Somi， 那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